这是一台高18厘米的万代 MG 高达 RX78 手办，而这是一台近1米的版本。除此之外，还有80厘米的哪吒、36厘米的机械哥斯拉，以及10厘米的拉布布。没错，他们都是我在过去1个月里用一台3000多块的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大家好，我是菠萝。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样大多数的普通人，有一台 FDM 3D 打印机，到底能用来干嘛？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 ，FDM 3D 打印也就是这种将塑料通过高温融化，一层层堆叠打印出模型的技术。这种看上去好像很新的东西其实已经诞生了将近40年的时间了。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2021年才真正入坑的。我的第一台机器是创想3维的 CR6 SE， 后来又升级到了异军突起的拓竹家的 PES。这几年来也积累了几千个打印小时，用完了几10公斤耗材。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将结合我这几年的使用体验，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在2025年的今天，3D 打印到底能干啥？首先自然是我这期片头展示过的偏兴趣类的模型与手办制作了。其实一开始我是不太相信 FDM 打印机能够做出像样的手办的，毕竟这类机器的精度不如光固化，打印出来总归是有层纹的，不是那种细腻光滑的效果。但是后来了解到打磨、补土、喷漆这些经过一些后期处理，一样是可以把 FDM 打印的模型变得很精细的。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更喜欢去做超大型手办这个门类，因为像这种接近1米高的大模型，市面上要买的话通常是天价，而且一般来说呢都做到1米高了，0.2的层纹也就没啥影响了。即便不进行太多的打磨，在正常观看距离下不细看也是几乎看不出来的。但是摆出来那气势是直接拉满非常适合镇宅用，当然也非常占空间。像这个哪吒呢，是长风3D 大佬发布在拓竹 MakerWorld 上的模型，因为是卡通风格的3:1比例结构比较简单，再加上摆盘基本已经是现成的了，不用太自己费心。我用一台 PES 呢，大概是花了3-4天就打完了。耗材用的是拓竹自家的 PLA Basic， 总共用了差不多3公斤料成本在200元左右。当然，如果愿意舍弃一些官方耗材的便利性的话，用第三方材料，成本还能再砍一大截。打印过程中呢，除了这个丝带因为支撑夹的不够翻车了2次以外，其他都是一次成功。不过这个高达就要复杂多了，它的骨骼、武器甚至每一块装甲都需要分开打印并拼装到一起。而且因为作者 RQ Matcha 原本发布在 Patreon 上的付费订阅模型是18.6厘米高，我是放大了4倍多打印的，摆盘跟参数都得自己去试，有一定的试错成本。另外也是因为放大了很多倍打印出来它就非常的重。为了整体的强度呢，我选择了用拓竹的 PETG HF 来打印，而不是较脆一些的 PLA。但说实话，PETG HF 呢相对来说没有他们家的 PLA 好打PLA Basic 按照我的经验根本不用调试任何参数，直接打都很难翻车。而 PETG HF 呢，我则是调了挺多的版本才得到差不多算是满意的效果。前前后后呢，一共花了20天左右一共用了6种颜色，差不多是12千克的耗材，成本近600块钱。成品效果虽然不能说完美，但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乍一看确实挺唬人的。不过如果让我再打一次我可能会选择用 PETG 打骨骼来提升它的强度，而 PLA 打外面不承重的装甲，一是成功率更高，速度更快；二是呢，这样既能拥有 PETG 的高强度，又能有 PLA 效果更好的外观。比如这个拉布布跟这台机械哥斯拉就是用 PLA 丝绸材质打出来的，质感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哥斯拉我本来也想打一个1米的版本但是我切片了一下，发现根据填充的不同要大概15到20公斤耗材我的脑子说 OK 但是钱包说不 OK。于是就暂时作罢，作为一个未来的 project 再去实践吧。所以说虽然 FDM 的精度不算顶尖，但是只要模型选得对，后期处理得好或者直接简单粗暴的尺寸够大，一样是能够做出非常正场面的模型。同时呢，还能省下一大笔钱。像这种大型手办一般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要么买不起，要么买不到，所以自己打出来呢，反而是最现实的方式。OK， 那么除了这些拿来看的FDM 呢，其实更擅长的还是拿来用的。这里是我前段时间打印的一些我自己觉得还挺实用的小玩意儿，比如这个桌面数据线夹，它是用螺栓夹在桌子上的，不用贴双面胶，所以也不用担心把桌面粘花了。
说实话，比我以前买的一些同类产品还要顺手，而且颜色、尺寸都可以自己定制啊，做到完完全全符合自己的桌面风格。然后呢，是这个杯架啊，同样是螺丝固定的设计，因为我桌子平时确实堆的是太满了，杯子根本没地方放。而网上卖的那些成品杯架呢，往往尺寸又太小，我一些比较大的咖啡杯它是放不进去的。于是我就自己找了一个模型，根据我最大那个杯子的直径，切片时手动把模型放大了一点，打出来以后呢，这个大小就很完美。这个我应该是22年左右打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稳定性还算不错。还有这个可调节的6档手机支架，特斯拉移动充电器的固定桩各种桌面收纳，以及很多的 3D 打印机本身的升级配件等等等等，大部分成本呢都在几块钱左右当然这里还有无数个我收藏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打的作品，比如这几个很酷炫的纸巾盒有马里奥的、高达的、皮卡丘的，还有这个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金箍棒，宜家动动版的收纳盒、GBC 键帽甚至这个整活用的副驾弹射按钮等等都很有意思。当然除了今天提到过的开源或者付费模型以外，3D 打印更厉害的一点是如果你对建模感兴趣，或者你本身有这方面的技能，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做出最适合自己场景的模型来打印。比如我最常用的一台掌机是这个 Aya Neo 的 Flip KB， 它整机的形态跟性能呢都非常符合我的需求，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为了形态而牺牲了手感，握持起来差点意思。而这款产品呢，因为用户基数相对较少，所以网上呢基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配件可以购买。于是我就自己建模了这么一个手柄握把打印出来提升它的使用体验。像这种市面上没有，商家也懒得做，但是你自己用得上的东西我觉得就是 3D 打印最厉害的地方，也是 DIY 的魅力所在。那么最后一类我今天想聊到的用途就是作为一个副业赚钱当然这也是最难的一项至少我还没赚到钱，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拿我的话当做创业建议我只是提供一个想法。这里必须说明它不是你有台打印机就能够立刻变现，而是需要一定的创意、动手能力甚至还得有点精明头脑与运气才行。比如说最简单的，如果你愿意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建模，可以尝试设计一些实用的小配件，或者充满设计感的摆饰又或者大热 IP 的手办等等这些别人做不出来的定制化建模。当然大热 IP 这项有一定的版权风险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呢，把它们上传到像 MakerWorld 之类的模型平台，靠下载量赚取礼品卡，或者通过售卖模型订阅的方式赚取现金。比如我旁边的这台元祖高达与机械哥斯拉就分别是 RQ Mecha 与 Toy Maker 3D 两位作者在外网的付费模型。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不开源模型，而是自己打出来成品，直接像在某鱼、Etsy 甚至线下摆摊去卖。好的创意呢，加上一些运气也是可以实现收益的。虽然不能说赚大钱吧，但是当做一个爱好与副业还是不错的。我也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资金比较充裕的朋友可能还会考虑购买大量的像拓卓 A 或者 PES 来做打印农场服务，但是这个就不太适合像我这样的普通用户，所以就不多聊了。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再简单聊聊过去几年 3D 打印行业的一个明显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呢之前曾经 gap 过一段时间这个爱好，现在又重拾它的原因之一。我知道这里说的太多可能会像个广告，但是真的就像聊无人机不能不提大疆全景相机绕过 Insta360 一样就目前来说，在民用 FDM 打印机这个领域，拓竹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几乎改变游戏规则的一家公司。他们真正做到了将 3D 打印推进到最平民化，甚至任何人都能上手的水平。当我之前从 C26 SE 换到 PES， 看到它第一次进行打印时我都懵了，就是这速度是疯狗吗？你说，说实话，过去我所经历过的 3D 打印与其说是在玩 3D 打印倒不如说是在玩 3D 打印机。有一句比较夸张调侃的话，就是我们基本属于打1周休3天的状态。虽然过程很有趣，但是真的很折腾，上手成本较高，像手动调频松紧皮带、测试 Z 轴补偿，一个模型调半天参数、刷社区固件，这些维护全都是日常操作。如果想要中途换料呢，那需要手动修改机扣的。想不浪费余料那得自己计算打印重量。想远程监控再搭个 Octoprint 跟摄像头吧。我相信玩 3D 打印有一段时间的朋友都经历过。而这些过去呢需要一步一步手动调试的东西，现在全都自动了。甚至你直接在Bamboo Handy这个手机 app 中就能够做到寻找模型、切片、
发起打印、监控这一串操作，很多时候连电脑都不需要啊，就很离谱。当然，操作简单化呢，势必也会带来一些限制，比如不够开源，或者说生态封闭。过去很多年间呢，3D 打印都是比较有开源精神的一项爱好，很多厂商都允许用户去自由修改固件、更换主板、增加拓展插件等等，甚至还有很多开源项目可以让用户自己从零打造属于自己的3D 打印机。没错，你可以自己用3D 打印机来打印3D 打印机，客制化程度非常高。而拓竹相对来说呢，则是一套比较闭环的方案，自由度稍低，并且高强度依赖拓竹自己的网络服务。但也正是这种集成统一的设计才能够做到让新手也可以开箱即用，相当于是把3D 打印从玩家级推向了消费级的厂商。用一个比较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拓竹就像是3D 打印领域的苹果，对于喜欢动手折腾的开源玩家来说拓竹可能就不那么自由，但对绝大多数只想打印点有用东西，需要稳定输出、低维护、好上手的用户来说，那它就是目前最像一台普通家用电器的3D 打印机了。那么最后呢，我想用一句我在网上看到的话来回答今天视频的标题：2025年了，3D 打印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只要你敢想就能实现的时代。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